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剧 TV。今天我们接着说忧郁症第10集。上回说到教导主任步步逼近，圣优和允秀面临暴露危机。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说。服务员的出现打破了危机，圣优携允秀趁机溜走，但是允秀看起来非常不舒服，圣优把自己的外套借给允秀，然后他不得不回包间听各大议员互相客套吹嘘。圣优话里有话替允秀打抱不平后离开，他打电话确认允秀的情况。刚才允秀一看见教导主任就开始喘不过气了，他一路跌跌撞撞回家，想起自己在学校受到的迫害，当年绯闻传出后，学生、家长和教师对他的唾弃历历在目，允秀深陷噩梦无法逃脱，圣优及时赶到将他送往医院。允秀隐隐约约听到有个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，他睁眼一看，圣优的脸清晰出现在眼前，就像4年前一样，他将圣优从噩梦中拉出，而现在圣优也将他从噩梦中拉出。教导主任的迫害抹杀了曾经那个温柔爱笑的允秀，在圣优的引导下，允秀说出了自己的愿望，她想要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向自己道歉，圣优也一定会实现她的愿望。待允秀病好，圣优就带她去骑摩托车兜风，允秀的坏心情被风吹得烟消云散，圣优向允秀说出了复仇计划，首先向韩老师下手。教育部的审查本来安然无恙，但在圣优的暗箱操作下，韩老师受贿的事情败露，教导主任一脚将他踹开，通过开除韩老师来息事宁人。然后是从依林口中得知，在允秀婚礼公布照片的是教导主任，最后就是割裂教导主任和程明俊。因为依林偶然发现圣优和允秀居然还有联系，他醋意大发找到教导主任，教导主任此时在和程明俊商量韩老师的事情。程明俊见女儿来了，连忙躲了起来。依林将允秀回来的事情告诉教导主任，试图再次借教导主任之手除掉允秀，还试图把迫害允秀的锅推给教导主任，却被教导主任看出了小心思。他提醒依林，当初是为了帮依林隐瞒考试作弊的事，才一起迫害允秀。事到现在，依林也休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教导主任逼依林去暗中调查允秀。程明俊觉得教导主任太过分了，依林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。教导主任和程明俊之间的间隙也成功产生，并且狡猾的教导主任察觉到韩老师被曝光的事肯定是允秀做的。虽然圣优表面装得规规矩矩，但圣优一定也在暗中帮允秀。教导主任派崔主任随时随地盯着圣优，依林借刀杀人不成，还得帮教导主任收集证据，他只好去警告允秀，有过黑料就别缠着圣优。允秀没想到依林竟然一如既往的厚颜无耻，不仅不知悔改，还趾高气昂来威胁他。他本来不想将依林划入复仇范畴的，但这一切是依林自找的。允秀回家望着数学题，这一道题是圣优出给施安的，但施安解不出来向他求助，结果他也解不出来。允秀在重重压力下，现在很少有对数学题心动的感觉了。虽然父亲安慰他这是每个数学家必经之路，但这种感觉还是让他产生自我怀疑。他跑到图书馆去查答案，被圣优抓个正着。允秀自暴自弃，圣优安慰他，4年前和他彻夜解题，就算解不出答案，但那种沉溺题海的快乐不会是假的。允秀慢慢平静下来，圣优捧起允秀的脸，感情升温，两人也靠得越来越近。忧郁症第10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好剧，关注我，带你下期继续。